倒春寒已经过去了，果园那边的花冻没了一大半，但你看这边，2个礼拜前我说要放着不管的这片菜，一朵都没冻坏。2个礼拜前我拍了条视频，讲我为什么故意不拔这半个菜园，让它全开花。那时开得最旺的是油菜花和芝麻菜，羽衣甘蓝刚冒出几朵。那条视频里讲的是道理，无用之用，让无用的去开花。今天我回来讲事实。这2个礼拜羽衣甘蓝跟上来了，开出了这么一大片黄。油菜花、芝麻菜、羽衣甘蓝还有萝卜花，一朵都不少。你听这个声音，嗡嗡嗡的。只要天气一暖，蜜蜂就到这儿来。我刚才蹲下来，光这一小片就能数出10几只。果园那边前2天我去走过一圈，桃花、梨花、李花、樱桃花能开的都开过了，冻的也差不多了。还在开的就只剩下苹果树的尾花，还有刚刚绽放的山楂树的花。但这点花量养活不了我整群的蜜蜂，真正稳定的蜜蜂食堂还得是这片地。你以为这片花海里边只有羽衣甘蓝？那不止，这是一片有时间表的花海。油菜花是最早开的，你看这底下种荚已经鼓起来了，它的工其实已经做完了一大半了，再过几个礼拜种子就晒干了。羽衣甘蓝明显是要晚一拍的，花还在盛开，种荚要再等等。这芝麻菜的花期是超长的，油菜花开的时候它们就开了，现在羽衣甘蓝的花开了，它们还在开着，我感觉还会继续下去。这边还有一片小花海，是芥菜的花，你看蜜蜂也在这儿忙着采花粉呢。还有这一棵是萝卜花，这棵不是我种的，是上次我有几个大萝卜没吃完，顺手就埋到地里了，它就这么自己活过来，又开花了。仔细找我这羽衣甘蓝花海下边覆盖作物丛里边，还有好多好多这种白白的非常漂亮的小花。你看一片菜地，好多种植物分批开花，分批结种，蜜蜂从早春到现在一直都有花吃。去年的那片香菜，前年的那片羽衣甘蓝都不是我种的，是他们妈妈那一茬掉的种子，土干的时候就趴着不动，下了雨自己就冒出来。我每年开春育苗，得控温，得保湿，得防霜，他们自己呢啥都不用我管，一年比一年皮实。讲到这儿，我得说一件事儿，让花全开成种，自然生长，这只是处理这片地的其中一种方式，不是唯一对的。同样的一片菜地，你还可以用别的方式，比如说给它们砍碎，做成绿肥。趁它们还没结种，整株砍下来，砸碎，铺回土里，它的氮呀，它的有机质全都留在原地。这种方式适合在下一茬你还想继续在这块地种菜，快、干净，肥也留住了。另一种压倒覆盖，不砍，把整株压倒在地上，让它原样腐烂，慢一些，但土壤生态最完整，倒下去的茎叶还能压住杂草，下一茬你不用再除草，英文里管这种叫 chop and drop。 还有一种是最常规的，拔掉，扔堆肥，重新整地，重新种新的一茬，干净是很干净，但土壤的事儿基本你得从头开始。我的这片地选的是等开花结种，自然生长。因为这片地我不打算给它下命令，我让它自己接管，明年还是花，后年还是花，蜜蜂的食堂，种子的库房，长期都不用动。我家的其他菜地用的不是这一种，该干的时候干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。看我的这片菜地，前几天已经整理出来了，等天气稍微好一点，我就开始种瓜种豆了。还有育的西红柿呀、辣椒苗也可以陆续的栽种起来了。而这边这片地呢，我一直没有时间来打理，还在让它休养生息，等到以后有时间了，就把它重新的利用起来。没有一种菜地适合所有方式，也没有一种方式适合所有的菜地。你想要的是什么？你的理念是什么？你实际的情况、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怎样，可能都会导致你处理菜地不同的结果。种这么多年地，我越来越知道什么时候该动手，什么时候该退一步。这片地我选择了退一步，少干这一刀。
反而把果园这一年的蜜蜂保住了。上期我说这是无用之用，今天他告诉我这个就是大用。话说回来，果园那边的账可还没算完，杏树、苹果、梨、樱桃一颗一颗的，到底冻成什么样了？哪些还有救？哪些今年是彻底没戏了？下期我从这片花海这头一路走过去，给你挨个看个遍。